大家有看过这支影片吗？对得起我妈妈，退钱！这其实代表着中国民众普遍对于中国足球的看法。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不止一次次让球迷失望，小粉红晋升，甚至连习近平都不太看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发展不起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足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02年，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曾经顺利的打进世界杯，但他们之后的发展却不太尽人意哦。不仅再也没有入围世界杯，甚至一度呢连这个亚洲杯小组赛都晋级困难。世界足球积分排名呢也从30多名一路掉到了70名之后。而且在近几年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中国足球还接连的输给了之前没有输过的泰国、越南等队伍，被嘲笑说泰国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甸，现在没人输了。这一次次让中国球迷失望的表现，还催生出了不少网络迷因梗，像是呢许多的民众调侃说，对于国足的烂中国与国外的想法难得出奇的一致，看看足球队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摆烂。另外呢，还有一位球迷曾经因为中国输球太过失望而高喊退钱，被网民们称为是退钱哥，制成了梗图。每当中国赛事输球时，球迷们呢就会纷纷拿出退钱哥的梗图表达自己的愤怒。甚至呢，就连一向高歌中国崛起的中国政府对于足球态度也很保守。某一次，习近平在与泰国总理交流时，曾经说：“对于中国足球，我不太敢肯定他们。”那么，中国足球究竟有多烂？民众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中国足球的发展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但不知道怎么样挑选厂商才能够建立好用又有创意的网站吗？那找拥有全方位专业、拿过多次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准没错。如果你有海量的资讯，不知道怎么样梳理，简讯设计不但能够替你精炼成好读易懂的视觉化内容，还能够替你客制化界面，搭配好操作的管理后台，创造体验更流畅、维运更简单的官方网站。如果是有宣传的需求，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创造声量的活动网站，简讯设计的企划团队呢，能够帮你找到贴近社群热度的沟通方向，透过故事化、游戏化的互动体验，让你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不论呢你是想要打议题、卖东西、做品牌、南瓜网站技术、行销设计、插画、动画一条龙服务的简讯设计，都能够量身打造出最适合的网站。有需求的公司、品牌还有行销伙伴们呢，欢迎到我们的官网了解详细的案例，还有服务的介绍，并在新年度抢先来信洽询吧。现在让球迷们不断失望的中国足球，其实在90年代末、2000年初时，曾经被大家寄予厚望哦。许多球迷都很看好这颗冉冉的星星。1990年代时，中国开始想要大力的发展足球，因为足球是世界上面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中国呢也想要跟上欧美国家的足球水准，实现足球强国。于是，在1992年呢，中国开启了足球职业化改革。原本中国足球呢都是与政府行政体系捆绑，例如足球队呢都是以市省为单位的市队、省队。但是在改革之后呢，足球开始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出现了各式各样以俱乐部为单位的足球队。除了俱乐部运作体系诞生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也出现了一些私人的足球训练机构。中国也开始举办国内的职业比赛、中超联赛。那这些职业化的改革呢，培养出了不少的足球人才，像是徐宏啊、范志毅等人，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的足球明星。而他们组成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呢，也在几次世界比赛当中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像是在1994年夺得了广岛的亚运亚军，1998年呢获得了亚运季军，同年的东亚4强赛呢也打赢了日本等强队。2002年中国更是杀入了世界杯会内赛。这些捷报呢，也曾经让民众对于中国的足球寄予厚望，甚至希望有一天中国足球能够在世界杯打败世界强队。但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却一次次的让人失望。当初许多人以为中国足球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并有望和日本韩国等亚洲强队一拼高下，但实际上却是中国连续32年逢韩不胜，直到了2010年东亚锦标赛才打破了这个魔咒，终于赢了一次韩国队。而面对日本队呢，中国更是从1998年起至今连续26年没有赢过。那除了打不过强队更让球迷失望的是，中国男足面对实力比自己弱的队伍也多次失利。像是2013年，中国呢在有主场优势的状况之下，1-5惨败给比自己排名低了50多名的泰国队。
2022年世界杯预赛呢，中国的男足也踢输了越南队，是中国男足63年来呢首次输给越南，堪称为是河内惨案。而在大型国际赛事上面呢，中国男足的表现也让民众不太满意。2001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在世界杯预赛当中晋级过。曾经呢能够在亚洲杯表现不错，但如今也一度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中国在世界足球积分榜上面呢，也一路从这个2000年初的30几名掉到了现在的70名之外，最差时呢还掉到过100名。对此许多球迷说，当初以为中国足球是明日之星，谁知道呢？原来他们刚出道的水准就是中国足球生涯的巅峰了。在一次次的比赛失利之下，中国球迷民众的失望情绪也不断的累积。他们不仅用许多的迷因梗表达自己的失望，甚至直接说男足国家队呢是中国的国耻。2016年世界杯预赛时中国输了当时还处在战乱当中的叙利亚队。赛后记者采访现场的中国球迷，有一名球迷高喊对得起我妈妈，退钱！之后呢，这位退钱哥成为了网络迷因。每次中国队输球时呢，球迷们都会用这张梗图表达不满。那除了退钱哥，中国球迷呢还编出了其他各式各样的梗，比如呢有人用奇迹来代称中国足球，讽刺呢中国足球若能够赢球，那绝对是世界奇迹。还有人说中国足球队专业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在让人失望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国足从未让人失望。甚至呢还有人质疑中国足球呢是连小粉红都捧不了的中国国耻。他们自嘲说黑中国其他不行但黑中国足球我很认同。全世界呢只有在中国足球的看法上面出奇的一致，因为这样子呢，中国足球被誉为呢能够让中国还有欧美放下分歧的和平大使。中国球迷们的愤怒呢催生出了这些大量的梗名图。但话说回来，究竟为什么中国足球会一次次的让人失望？他们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好的选手是球队的基础，但中国足球选手一直面临着人才匮乏、球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一方面民众对于当足球选手的意愿普遍不太高，相较于欧美、南美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大众呢对于足球的热爱更多只停留在观看层面，而非实际的参与。在校园还有社区当中，草根足球也不够普及。再加上中国学生呢从小学业压力大，家长还有学校往往不鼓励学生踢球。即使呢有些青少年对于足球有兴趣，但他们也很难有时间花在踢球上面，也就更不太可能呢将兴趣变成职业。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中国真正参与正规足球青年训练的年轻人很少，总人口有14亿，但全国注册的18岁以下青少年足球员却不到7000人。对比来看，日本早在10多年前注册青少年球员的人就有几十万人。而且许多专家分析说呢，中国足球青年训练体系也不够健全，专业的足球体育学校较少，预备选手呢也缺乏专业的这个教练培训，竞赛的机会也较少。这样子训练体系的不足让更少人愿意走上足球职业选手的道路。而足球生源不足，又让青训体系更加的难发展起来。比如恒大集团呢，在2017年创办这个专业足球学校，但因为生源不足，恒大集团自身陷入了财务危机等等问题，学校曾经在2022年一度发展困难。那为了应对中国国内的这个足球人才不足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试图花高价的聘请外国的选手还有教练加入国家队，但这样子的外援也救不了中国的足球。中国的中超联赛呢，在近几年历经了金元时代，也就是俱乐部烧钱请来不少世界级的球星、教练，规划加入中国足球队。例如巴西国脚胡尔克、法国教练佩兰等等都加入中国足球。但不少的媒体分析，这些外援呢，并没有帮中国足球发展带来明显的改善。一方面有这些规划球员、教练在中国常常面临语言沟通不畅，还有文化隔阂，球员呢并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到队伍当中。那相对应的，在赛场上面的配合也会受到影响，常常出现本土球员与规划球员打法不同，各自为战的状况。规划的教练也面临类似的水土不服问题，教练呢也同样因为语言不通，不够了解中国的足球体系，难以将球员的水准还有团队的默契发挥出来。那除了这些媒体呢还指出，规划中国队的国际球员呢常常是年纪偏大，已经过了职涯巅峰期的选手。那他们加入中国足球队之后，因为身体因素的限制，也就难以发挥出过往的状况。针对这个现象呢，还有许多的球迷调侃说，这些国际球星呢就是来中国养老拿钱。另外也有专家说，在这样子状况之下，外援不仅带来的效果有限，还反而可能会压抑一些中国本土球员的发展。因为当国际球星呢带走了大家的关注度之后，本土球员可能会被边缘化，从而丧失动力继续的精进球技。那本土球员培养不出来外援的成效有限，这些都让中国足球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而接连爆出的假球案呢，更是让民众对于中国的足球环境越加的失望。
中国足球呢，虽然经历过职业化转型但许多球员、教练、媒体透露说，中国足球运作体系当中仍带有不少的官僚色彩。比如中国足球的各种比赛决策都受到了中国政府官方机构中国足球协会的管理，而中国足协呢，常常被揭露说行政效率低下、决策流程繁琐，甚至呢还常出现外行管内行的状况。像是呢，曾经有足球教练透露说，自己担任主帅的时候，常常会有官员呢来干预队伍的这个配置，影响球员的下场还有上场。不只是官僚作风，中国足协足坛呢还多次被爆出涉嫌贪图。像是呢，在2009年足坛呢被爆出有多人涉嫌赌球行贿、操控比赛，足协的副主席南勇、谢亚龙等等的多位官员涉案，最终呢也都被判入狱。2022年时，中国足坛呢又再次的爆出了贪腐案，官方调查发现有多达43名的球员还有官员呢涉及赌博打假球，而前国足的主帅李铁呢也因为贪腐落马，被法院处以收贿等罪，判处了11年的刑期。那接连爆出的贪腐假球案，让许多民众对于中国足球更加的失望，甚至怀疑选手、官员都是只拿钱不做事。这次我们在研究中国足球时呢，发现中国球迷对足球的发展状况创造出很多很好笑的迷因还有梗，但在这些幽默自嘲的背后，我们也感受到了民众恨铁不成钢的无奈。我们发现中国表现强劲的运动项目呢，多半是以个人技术为主类型，比如说举重跳水、体操、桌球、羽球。但如果是人数庞大的团体球类比如说像是足球或者棒球，相对就没有那么的强势，因为这类的运动呢需要上阵的球员多，比较难用精英模式来养成，所以氛围呢也要先大量的投入，在训练上面呢也会更加的复杂。但像是中国足球，虽然看似建立起了职业化的政策，但校园内呢仍缺乏了青少年球员的发展还有培训机制。而整体的这个社会呢，唯有读书高的氛围，也让家长师长不鼓励小孩走运动的道路。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观念还没有改变，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在举国体制的氛围之下呢，缺乏了配套的职业选手竞赛生存机制，让很多人会觉得运动只是国家少数人的事情，而并非把它当成是一种职业来考虑。这也就可能呢，让更少的人想要走这条道路，青少年培训的机制也就更难的完善。而且我们还会担心，在中国足球越踢越烂的状况之下呢，可能也会让大家更看不起这些足球运动员，青少年没有办法产生踢球的光荣感，也就更不可能会想要走职业道路了。那这就可能会让中国进一步的陷入足球踢不好、民众观感不佳、越来越少人想要踢足球的恶性循环当中。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中国足球？你看好他们的后续发展吗？不看好，能够赢球呢是奇迹，比原本水准就没有到那么差可能民众的期望太高了，所以目前不太看好。但如果中国的政策有改善，还是有发展潜力。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足球为什么越踢越烂。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桌球为什么那么强，以及詹家姐妹为什么被讨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